到了这边呢，是已经来到了泮溪大道上了。好，现在已经来到了番禺大道上了。左前方的家具大卖场及盛伟邦已经停业了。现在将要骑出泮溪大道，前面呢就是南大路，有一条南大干线的快速路，右面应该是雅居乐这个社区了。果然这边就是板桥村啊，我记得我上次来过一次的。我眼前的呢就是这个廖氏宗祠啊，这不知道谁写的字写的还不错。嗨，大家好，刚骑出家门了，这边就好像飘起了几滴雨来。到我出门前是查过天气预报的，今天应该一天都是阴天。确实有几滴雨飘在我的脸上，大家说怎么办？我今天原本呢是要骑出村去，主要呢是因为这台车我昨天又更换了后胎。因为如果看我前一个视频的朋友呢，应该知道前天我去了广州这边的一个村叫鹤岗村啊，很多人听到鹤岗以为是大东北的鹤岗，其实在广州的白云区江高镇也有一个村庄以鹤岗命名的。结果在那边骑行的时候呢，就发现车胎突然就完全没有气了。当时呢，我就想着试试看吧，就充了气以后，结果在村里骑行都没问题。结果骑了一圈就回来了。那我昨天还是看了一看，发现还是有漏气的情况。再一看呢，我觉得这个外胎也磨得差不多了，所以想想还是赶紧把备用的内胎、外胎都换。今天早上发现这个气都是没问题的所以正想出来骑一下，骑稍微远一点去试试看这个车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已经骑到了村外边疆会这里了。就这个车呢，经过了差不多2个礼拜左右的改造，更换了不少的零部件。其中最主要的呢，就是通过更换了张链器和整个的牙盘。那现在呢，就再也没有掉链子的事了。然后呢，也更换了一个避震，就避震本来的避震已经差不多损坏了，那更换了一下以后，就安全上就放心一些。昨天又把后面的内外胎也换了。总之吧，这些二手的旧车呢，就是要不断的去维修、更换一些零部件才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骑行的状态。现在我骑行在福华路上，这个是2期的缤纷会之间的一条主要的马路。虽然呢天气还是阴的，而且时不时脸上会飘到几滴雨，
是我想着我们还是按照既定方式办吧，大不了就是淋场雨而已了，所以继续向着村外的方向骑行吧。好，现在呢准备骑出村区，外面这条大马路就是市广路了啊。我要沿着市广路，然后骑到兴业大道，再转进汉溪村，然后沿着汉溪大道往前走一段。好，现在呢我骑过市广路啊，沿着市广路向前骑。看到闽街地产的房子房顶上已经写出省时进驻金湖1号，这个楼盘应该叫金湖1号。当时就说广东省的一个知名中学叫省实验学校要在这边开分校，这个当然是给要买楼的人他们一些好处嘛。因为一般的人啊，要不就是交通方便，要不就是有好的教育资源。如果能够在学区，那大家还是会趋之若鹜的。我右侧这个工地呢，就是这个金湖1号的楼盘。骑出这个大道呢，前面就是兴业大道了。这条小马路到目前为止还叫中汉路，大概就中村到汉溪的马路吧。雨呢还是在下呢，也下得很小，但是好像时不时太阳就会露出一张脸来啊，洒下一些阳光。你看前面的这个小朋友骑这个小单车还是有模有样的哦。左侧呢就是汉溪村了，我等一个信号灯，准备骑到村里去。刚刚经过了汉溪村里面的一条村道，也是村里的商业道。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他们的村头了。左侧呢是村头的一片休闲区域啊，也是村民们活动的地方。这条路有了名字了，叫汉瑞大街。这个附近呢，因为城际铁路的关系，建了几个叫长龙站的。这边这些小道都是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变成了路。现在在星光道路上经过。
到了这边呢，是已经来到了汉西大道上了。可以看到这个右侧呢 K11已经开业了一阵子了。对面呢就说也要建一个商业的广场。总之这边经过了这个4-5年的时间，我记得就是在疫情之后开始的。原来的这种绿地现在全部都变成了高楼了。你看这条汉西大道一路望过去，望不到底的高楼。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右侧一整排的都是商业设施，应该已经成气候。左侧的很多有在入住的高层的居民房，一旦入住满了以后，肯定会对这边的商业带来正面的影响。好好的又上车了。这条汉西大道有一阵子没来了，看到两边的这种建筑工地，很多楼都拔地而起。我想再过一阵子，基本上就要建成了。中国经过了这个5-6年的房地产调控吧，应该算是一种政府出手的人为打压。现在呢已经房地产市场让政府感到会影响到其他，比方说居民消费、国家税收，所以看看这个房地产必须要扶一把，所以最近也出台了这种政策。那么有观点说，中国的房地产应该止跌回升了。那我相信这也是政府想要看到的。但是它绝对不会如老百姓预期那种快速的反弹、V型的反转，我相信这是不可能的。因为一旦出现这样的势头，势必新的打压的措施就会出台。也就是说，让这个房地产价值在缩水的同时，又要维持稳定，还要维系一种贫富的差别。所以现在呢，就躺平的人太多，政府现在也感到焦虑了。一旦全民躺平，那这个国家还要搞什么经济呢？好，现在已经来到了番禺大道上，左前方的家具大卖场吉盛伟邦已经停业了，这边肯定要起高楼大厦了。现在呢，我已经身处南村万国商务区了，我们继续在汉西大道上面游戏网红的骑行道。这些年呢，这个番禺区最大的商业成就，可能就是改造了这一片街区。原本的乡村地带
变成了城区，而且有了不少时尚的元素。今天的南泉万博商务区显得人潮涌动，因为现在还是五一假期之中现在要出远门一趟不容易。如果你要开车到外面去，你最起码一天得消耗几百块钱油钱，再加上要住酒店、买景点的门票等等，都是一笔对很多人来讲有负担的开销。所以呢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就在周边走走。年轻人呢，就到这种时尚的商圈来走走看看、逛逛吃吃。那有家庭的呢，可能就去城乡结合的地方去一些绿道、河边扎个帐篷，陪小孩玩一玩，度过一个假期。它是这样子的，只有那些真正特大城市，它就会吸引全国各地利用假期来旅游的。所以呢，像上海、北京这几天应该是人满为患，各个景点都是满满的人。这边已经来到了四海城东区这边了。现在将要骑出汉西大道，前面的就是南大路，有一条南大干线的快速路。左侧这条就是南大干线快速路。当时为了建这条马路呢，对边上的一些地方进行了整理，有些靠马路的老旧建筑也可以拆除。现在我的右侧是南村侨联中学。右侧是它的正门。右侧是原港站刚好我看到左侧有个原港村。这一路上的雨一直在下好像有渐渐下大的感觉。右侧有个村叫金坑，我以前进去过的，金坑我就不往里面走了。现在呢，我继续沿着南大干线向前骑行。
我看马路对面有很漂亮的牌坊，城边村。这边的这些村庄呢，有些还没有来骑行过。右侧是广州纸家集团益口府食品厂。这广州纸家呢，应该说改制还是比较好的，它发展了很多的分店，现在把它总店也恢复好了。右侧这个路口应该是去向南沙港快速。这里停了那么多的车，应该有一个车站在前面。对面应该是雅居乐这个社区了。果然，这边就是板桥村啊，我记得我上次来过一次和美板桥。我以前在东京啊，曾经住过的一个车站附近就叫板桥。这边我没有来过啊，我上次是直接去到里面。趁着今天有时间，我们在这边随意的走走。是这边也有一些祠堂、农庄之类的。这边因为在车站边上，所以有很多出租的公寓。金源村。板桥村。现在这个村口啊，都被你做个门禁啊，你这个车进去，在一段时间之外啊，就要收钱了。转了一圈，我都算糊涂了。有公共汽车从对面开过来，应该这边还是村里热闹的地方。原来这边就是板桥村了。一条有烟火气的旧村。刚刚看了一下地图，大概骑个5分钟了，就会到村里一个祠堂，叫郭氏祠堂。这叫什么？大街街。我现在跟着导航走啊，前面就是雅居乐的新楼了。
这边离大马路有点远了，所以都是一片农村的景象。板桥公园啊，这个地方原来被称之为一个公园，其实就是一片杂乱无章的绿地而已。这段路我好像上次来过的，这就是板桥村的村委会所在地。哇，这边摆了好多摊啊，可能到了晚上的时候啊，就热闹了。廖地街应该没错啊，这边有一个廖氏的宗祠，应该在这里了。我眼前的呢，就是这个廖氏宗祠啊，这不知道谁写的字写的还不错。看来这边就叫廖地街，应该是姓廖的族群啊集中的地方。好了，这个里面我也不进去了啊，我就把这个廖地街作为我今天到板桥村的一个终点吧。我们等一会从这边出发，再去别的地方转转。谢谢大家的跟随观赏，我们一会儿见，拜拜。